大家好，今天来试驾赛科龙 RT2。这个车的外观显然是一个年轻化的外观，它用了4透镜的大灯，以及这个后尾灯是一个双炮筒的形状，我个人觉得是它点睛之笔。整体的线条配上这一个还算比较大的风挡，呈现出一种跨界的风格。但是它并不是 ADV 踏板，它应该是属于那种城市跨界风格踏板。它的轮胎也是没有采用龟背胎，而是采用了正新的 SC01 的半热熔轮胎。这套轮胎侧重点应该在于干地的咬地力，在雨天路面下的反应应该是不及米其林的 CT2 系列以及倍耐力的 Angel 系列。整个车看上去摸起来触感以及做工方面是优于 RT3 的。RT3 在仪表做工的某些方面，你会看到明显的接缝以及一些毛刺，而这辆 RT2 上的做工是有明显的进步的。仪表采用的是普通液晶仪表，可视性在强光下一般，平时的时候看上去这个布局比大多数的赛科龙的仪表还是好很多的。按键的质感方面属于中规中矩，好评的是这个20800的版本居然带了无钥匙启动。再来看看坐垫。坐垫的填充物非常柔软，大家可以看我下压的时候它下沉的幅度。同时在驾驶位的材质方面也着重增加了摩擦力。考虑到出行的需求，标配了尾架，并且在后挡泥板方面是双挡泥板，大家可以确保这个车有良好的挡泥效果。后减震有5段的预载可调，可是这个减震的表现可谓是差点意思，我们后面再说。整体这个车在轴距上比赛科龙的 RT3 短了10几公分，视觉效果上可以说是看上去紧凑多了。外观上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讨喜的外观，同时加上做工方面的提升，我个人觉得这一次赛科龙在外观以及做工上并不会让大家消费者觉得失望。在座筒空间方面，实测 AVA 的 G318 全盔在不加蓝牙耳机的情况下是可以轻松放下的，但是加了蓝牙耳机就放不下了。这个位置会有点奇怪，因为它这里设计的很宽，所以你放脚的时候，你会感觉后边会被往后顶，这样你2个腿就会插得很开，这就是跟你平常的坐姿会有点不习惯。相比来说的话，我更喜欢这样的，它是把你往外顶。这一块的部分，油箱部分有一个好评的是，看这个大撑的边撑的针就在这儿，非常容易操作。好，我刚刚也展示了一点这个车在坐姿上稍稍有点问题的地方，就是它的油箱部分很宽，而且会顶脚，所以让你2腿插得比较开。整体坐姿表现上，我身高1.73米，静止时几乎可以双脚平贴地面，后脚跟大约离地约1厘米，这个坐高表现也可以适应大多数的摩友。这个车在怠速时的震动会明显优于比亚乔的 X7， 和终身的 RT3 会相仿一些，它的老大哥，并且在任何速度区间，手把以及脚踏都不会感觉到明显的震动，这个绝对是好评。但后视镜会在30公里左右的时候会略有一些模糊。再来说加速，这个车在市区通勤时起步阶段的初段加速感受和150级别的踏板体感上差异不大，因为它这个车的体重已经到了180公斤以上，比150级别的踏板大约是重了40公斤，所以你在初段加速感上是跟150级别是差异不大的。但是同样为终身出品的比亚乔 X7 起步阶段的加速感会明显会更好一些。在50到80的中后段加速能力方面， RT2 表现的还是尚可的，不会有肉的感觉。相比 RT3 体感上加速力更好， RT3 明显会更肉一些，可能相比 RT3 来说，体重的减轻以及风阻面积的减小会有所帮助。总体的动力上会明显弱于 X7 跟 SR Max， 合理估计 RT2 的0到100加速时间大概是13秒左右。在操控方面， RT2 是属于明显的舒适取向，前后的减震都非常软，但因为轴距将近比 RT3 短了15公分，
并没有 RT3 那种明显的开船的感觉。RT3 的感觉你明显感觉到这是个大车，而 RT2 是感觉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但是转向的精准性、指向性都比 X7 以及 SR Max 差。并且这个车的后减震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呈现一种过软的情况。这种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在大油门或者说中等油门起步的时候，后减震会大幅度的压缩后，然后它再回弹，后减回弹后再传递到坐垫上，再传导给臀部。所以这种感觉大概就是你每次一拧油门起步，你就会发现 0.5 秒之后你的臀部又被推了一下，这时候应该是减震刚刚回弹。说实话，这样的出厂感受，这么软的减震，会对车辆的操控性上以及一体性上会有较大的削弱。个人觉得是个小小的问题。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买这个车的话，要选装它那个后气平减震，怎么说都比这个减震好。总体来说，这个车的操控感受偏向于中长途的舒适摩旅。如果你喜欢压弯、跑山以及那种激烈的驾驶，这个踏板并不合适。总结来说，赛克隆的 RT2 比较适合那种有长途或者说高速巡航需求、摩旅需求的消费者去考虑。但是呢，如果你只是作为城市通勤的话，个人还是更推荐 150cc 或者 125cc 的小踏板。因为这辆车的油耗并不低，大概会在 3.5 升左右。在油价持续上涨的今天，燃油的经济性绝对是一个需要考量的点。与此同时，再次想说一下，这个车在做工方面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国内3万级合资车以及国产车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但是我在试驾的时候，过颠簸路面的时候，后减震附近发出了些许异响。所以整体质量方面，在长期使用之后，相比 RT3 有没有进步，还有待考量。今天的节目就说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阳光下的可视性不行，看不清仪表，跟没有撕膜有点关系。Fearless.